BC 省啊，马上就要迎来4年一次的省选。那么这次省选呢，充满了戏剧性和悬念。同时呀，在加拿大面临巨大社会问题的今天呢，BC 省的省选呢，也被视为是2025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一个前奏，对未来加拿大的政治走向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作用。今天啊，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备受关注的 BC 省选。先来介绍一下 BC 省目前的一个政治格局。首先啊 ，BC 省是加拿大政治光谱中呢偏左的省份啊，甚至可以说是最左的省份也不为过。这点呢有点类似于同属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那么北美洲的西海岸呢，普遍是偏左的。而作为加拿大左翼政党的代表啊 ，BC 省也一直是 NDP 新民主党的一个重要阵地。BC 省目前的执政党呢就是 NDP。加拿大人其实对 NDP 啊并不陌生，它的全称呢是新民主党，其标榜的政治立场呢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温和的社会主义啊，主张这种混合经济体制，在私有制为经济主体的前提下呢，将重要的资产国有化和集体化，强调更多的通过政府来实现人权、福利和平等等政治意愿啊。NDP 呢虽然在加拿大联邦呢并不太受人待见，从未执政。但是呢，他在 BC 省却是风生水起。NDP 呢，从1933年开始就参加 BC 省的省选啊，在1972年的时候呢，首次上台执政，尤其是在1991年到2001年的10年间呢，成为 BC 省的执政党。但是呢，在2001年的省选当中啊 ，NDP 是惨败给了自由党。当时的自由党呢，赢得了79个席位当中的77个，这也是 BC 省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呢，自由党执政的16年后啊，也就是2017年的省选中呢，出现了最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啊，议会总共有87个席位，需要获得44个席位呢，才能成为多数政府。而时任省长的 Christina Clark， 也就中文名字叫做简惠芝啊，她领导的自由党呢，只获得了43个席位，而 John Horgan 啊，贺锦领导的 NDP 呢，是获得了41个席位，绿党呢，则获得了3个席位。自由党啊，虽然席位最多，但是无奈呢 ，NDP 与绿党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NDP 的41席加上绿党的3席，那么刚好是44席，比自由党仅仅多出1席啊。所以呢，在大选后的1个月啊 ，BC 省的自由党在不信任投票中被赶下台啊。NDP 的贺锦呢顺利当选 BC 省长。其实啊，无论是简惠芝还是贺锦啊，都是 BC 省居民非常熟悉的政治人物，尤其是贺锦，可以说呢，在 BC 省是比较受爱戴的。那么在随后的2020年的提前大选当中啊，贺锦领导的 NDP 呢，以57席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再次获胜，这也让贺锦呢成为 NDP 历史上第1个连任的省长。但是啊，在2022年，贺锦因为第2次患癌啊，手术后呢，选择辞去省长的职位，由新的 NDP 党魁 David Eby， 也就是尹大卫来继任，也就是现任的 BC 省长。而贺锦在病情好转之后呢，被小特鲁多委任为加拿大驻德国大使。从最近30年的 BC 执政历史上，您应该能够看到，在 BC 省呢有3个重要的政党 ：BC 自由党、BC NDP 以及绿党。1991到2001年啊是 NDP 执政，2001到2017这16年呢是自由党执政，而2017到现在呢又是轮到 NDP 执政。当然啊，其中绿党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在2017年的省选当中啊，绿党是靠当时仅有的3票帮助了 NDP 推翻了自由党，但是目前的 NDP 呢是绝对多数党啊，不再需要绿党了。而绿党在议会当中呢也仅剩2席，所以呢也就越发的无足轻重了。这时候您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啊 ，BC 省难道就没有保守党吗？在联邦大选中与自由党竞争的不是保守党吗？为什么在 BC 啊与自由党竞争的一直是 NDP？ 这里啊我们再普及一个小知识，加拿大的联邦政党与省级政党是2码事啊。比如 BC 省的自由党呢就跟联邦的自由党没有关系， BC 省的保守党呢跟联邦的保守党呢也互不隶属。这在其他省啊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在其中呢唯独有一个例外，也就是 NDP 新民主党。NDP 的省级组织呢和联邦组织，他们的联系是更加的紧密的，而且共享党员。
也就是说呀，BC 省的 NDP 党员同样也是联邦 NDP 的党员。单从这一个特征上来说呢 ，NDP 的省级和联邦更倾向于是同一个统一的政党。而 NDP 在加拿大被公认为是左翼的一个代表啊，其在 BC 省呢也一直有着很强的民意基础。而在 BC 省唯一能够与 NDP 对抗的呢，就是中间偏右的 BC 自由党。看到这里，您可能又有疑问了，不是联邦的自由党是偏左吗？怎么到了 BC 省，自由党就成了中间偏右了？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啊，除了 NDP 外呢，加拿大的其他政党都是省和联邦没有关系啊。自由党在 BC 省呢，就是要符合当地的政治环境，尤其在对抗 NDP 这件事情上，就自然要稍稍的偏右了。而比 BC 自由党更加偏右的呀，就是 BC 的保守党了。但是呀 ，BC 的保守党实在是太弱了。他虽然在20世纪的前50年当中呢，也曾经长时间执政 BC， 但是呢，从1952年省选之后啊，就开始迅速的沉沦。不但没有再次执政啊，连官方的反对党的第2名的位置呢，也再没有做过。甚至呢，从1979年到2023年的40多年中，保守党在 BC 省议会连1个席位都没有获得过，可以说呢，是在 BC 省销声匿迹了。但是呀，我们终于要说到关键了。2023年，一个人的到来呢，彻底拯救了保守党。他就是目前省长的竞选的一个大热门 ，John Rustad 啊，中文名叫罗士德。罗士德呀，出生于1963年，从小呢在 BC 省的 Prince George 长大啊。他原来一直都是 BC 自由党的一个成员。那么从2005年到今天呢，做了将近20年的省议员。而且啊，在自由党执政 BC 的时候呢，罗士德还曾经担任过原住民关系与和解部部长，以及森林土地和自然资源部长。但是呢，在2022年啊，罗士德仅仅因为点击了一下鼠标，命运呢就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反转。2022年8月14号，他在 Twitter 上呢转载了一个帖子，该帖子的作者呀是一个加拿大的反环保主义者。那么其内容呢，就是驳斥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一个理论。虽然罗士德呢仅仅是转发啊，并没有说任何一个字，但是呢，他这种质疑环保的态度呢，依然在 BC 省呢引起一个轩然大波。尤其是当时的自由党党魁啊 Kevin Falcon， 也就是冯一干，对此呢是极度的不满，很快呢便公开的宣布将罗士德从自由党除名。第2天啊 ，CBC 的记者就采访了罗士德。那天呢，正好是罗士德59岁的生日，他笑称啊，这是一份有趣的生日礼物。但是啊，我们谁都知道，被自己服务了20多年的一个党派扫地出门，而仅仅是因为转载了一条 Twitter， 这放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呢，都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在2023年的2月呢，罗士德愤而加入 BC 省的保守党，并一举成为党魁。而随着罗士德呢在保守党拉起大旗，一般原有的自由党议员呢也纷纷加入保守党，其中呢也包括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前 BC 省国际贸易厅长以及多元文化厅长曲洁冰女士。至今呢 BC 省保守党已经在议会中拥有了8个席位。而更加戏剧性的转变呢是发生在2024年的8月，原自由党的党魁冯一干啊，也就是开除罗士德的那个人呢，突然宣布自由党将放弃2024年的 BC 省选，将不委派任何人参选议员，转而呢全面支持罗士德领导的保守党。现有的自由党议员呢，要么转投保守党，要么独立参选。一时间啊，全省沸腾。自由党不能说是完全解散了，但已经是名存实亡。尤其是在发布会上啊，昔日的2个老冤家见面握手，2个人的表情啊都是耐人寻味。而关于自由党为什么放弃选举，简单来说呢，就是在罗士德加入保守党之后呢，保守党声名鹊起，支持率飙升，而自由党的支持率呢却直线走低。别说是对抗 NDP 了，就连保守党都不如啊，成了省内的第3。而接二连三的人事变动呢，也导致了内部的一个人心涣散，组织呢分崩离析。同时呢，一次毁灭性的改名呢，更是加速了自由党的崩溃。在2023年的4月，冯一干将沿用了100多年的自由党的名称呢，改成了联合党。根据调查啊，直到现在都有1/3的 BC 省居民不知道联合党是个什么党派。
而改名呢，也直接将自由党的支持率拉向谷底。好了，说到这里，您应该也基本上了解了本次省选的一个格局啊。简单来说呢，这次省选的竞争就是在2个党派中展开，也就是目前执政的 NDP 以及刚刚迅速崛起的 BC 保守党。而角逐省长宝座的呢，就是 NDP 的现任省长尹大卫以及 BC 保守党的党魁罗士德。省选的最终投票日呢是10月19日。而从10号开始呢，就可以提前投票。根据最新的338 Canada 的民意调查，目前呢 BCPNP 和保守党的支持率呢分别都是45%误差率4%。也就是说呢，两边目前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最终呢，花落谁家还完全无法预测。已经执政了7年的 NDP 能否继续保住执政党的地位？而70年都没有问鼎宝座的保守党呢，又能否取胜？而更加关键的是 ，BC 省的保守党迅速崛起正是在目前加拿大国计民生都遭遇困难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那么本次的 BC 省省选，甚至被人看作是2025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一个提前预热。如果保守党在 BC 获胜，明年的联邦大选，保守党也将毫无悬念地掌舵加拿大，甚至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多数执政党。而如果 NDP 继续留任 BC， 明年的联邦大选呢，则依然存在变数，尤其是联邦保守党能否应对自由党 NDP 和魁人政团的合力夹击，都将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对于 BC 省居民来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应该选谁？ NDP 和保守党各自的执政理念究竟是什么？下面大伟就来给您带来一个详细的解析。这里面我们只对比 NDP 和保守党的政策。绿党因为是极左政党，其政策呢太偏离实际，也逐渐的遭到 BC 省人民的一个抛弃。本次省选很可能只能获得1个席位，我们就忽略不计了。先来说住房。目前住房问题是 BC 省居民抱怨最大的问题之一。自从疫情以来房价和租金都大幅上涨，那么新建房屋呢又极为的有限。而这几年呢，又是加拿大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所以造成了老百姓的住房难、成本高、房客和房东关系紧张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在房源紧张、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呢 ，BC 省的房地产市场呢，目前则是一片颓废，毫无生气。尤其是大型住宅项目的开发商纷纷是因为资金成本过高和政府拖延等问题呢，导致资金链断裂，开发商的日子都不好过。那么新房建设呢，也非常的缓慢。在住房政策上 ，NDP 的尹大卫呢，在9月份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12.9亿加元，用来支持25000套新住宅的开发，帮助2万多个家庭呢，来降低买房的贷款成本。您听完是不是也有点发懵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福利？其实我跟您的感觉是一样的。第一，根本不知道这样的政府资金究竟是用来帮助开发商，还是用来帮助买房的居民？是政府买单来建廉租房，还是资助开发商渡过难关？对此呢，尹大卫还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只是在大选前呢提出的一个粗略的一个计划。而且呢，即使是省政府真的拿出钱来，这12.9亿加元分散到5年我不知道这点钱对于全省的560万居民来说，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呢 ，NDP 还表示呢，将进一步提高 BC 省的投机空置税本地居民呢从0.5%上涨到1%，外国居民或者微型家庭呢从2%上涨到3%。要以此呢进一步减少房屋的一个空置率。BC 省的投机空置税是在2018年由 NDP 政府推出的，就是为了鼓励空房出租，并且打击外国的房屋投资者。我相信华人家庭对这个税种都不陌生，有很多卫星家庭或者陪读家庭呢都受到这个投机空置税的困扰。就比如一个家庭如果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妈妈领着孩子在加拿大读书生活，而爸爸呢在国内继续挣钱，这种情况呢在 NDP 看来就是投机者。哪怕是自己的房子，哪怕是加拿大永久居民，哪怕住在房子里的是女主人和孩子，但就是因为爸爸不是税务居民，一样要给省政府交钱，
而且啊，一旦这次投机空置税大幅上涨，那么这个家庭一年交的税呢，就要达到房子价值的3%，也就是说，100万的房子一年光税就要交3万。这其实啊是左翼政党的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说加税啊，用不断增加和调高的税来调节市场平衡，用税来实现平等。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保守党对待住房的一个态度啊。保守党的罗士德呢，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明确表示呢要取消投机空置税啊，甚至将要探讨外国人买家税啊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呢，他一再强调要加快房屋建设的政府审理速度，承诺呢建筑许可证呢要在3个月之内得到审批，简化审理流程，提升政府效率，从而呢保障大量新房的一个建设。对于目前的 BC 省的房屋问题啊，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其实呢 ，BC 省目前并非是房屋供应不足的问题，而是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呢，在疫情后敞开国门，在短短的2-3年时间之内呢，接受了近300万的留学生和工签持有者。那么这么快速的人口增长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都会产生住房紧张的问题。而象征性的收这种投机空置税啊，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问题的。甚至呢，每年2-3亿的一个财政拨款，对于新房建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目前加拿大临时居民的数量呢，在达到顶峰之后呢，已经开始回落了，住房紧缺的压力呢，也已经开始慢慢消化，甚至房价和租金呢都在下降。而且啊 ，BC 省房地产呢，反而是受到经济疲软的一个影响，房屋成交量呢不断的降低，市场萎靡。而高昂的土地成本、建筑成本、用工成本、资金成本以及冗长的政府审批呢，又让房屋的建筑成本难以降低，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啊：成交量低，市场萎靡，但是呢，房价又轻易降不下去。所以啊，目前 BC 省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一个状态，升不上去也降不下来，更没有开发商愿意盖房，整个房地产市场啊就是一个躺平的状态。而长此以往呢，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 BC 省啊，经济必然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啊，我个人是支持保守党的一个住房政策的，取消一系列华而不实反而增加居民负担的空置税，甚至呢放开外国人买房的政策。加拿大目前呢，恰恰是需要资金，需要吸引投资来刺激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建设。而减少政府审批流程，减少开发商建设的政策风险，减少建房资金的使用成本，这才是鼓励建房的明智之举。这比每年投入2亿多的政府资金不疼不痒的面子工程呢要实在多了。而且呢，这也是右翼政府的一大特点啊，就是小政府大市场。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教育问题。同住房一样啊 ，BC 省的中小学呢，目前也是人满为患。NDP 呢承诺要加快兴建学校，在全省呢增加2万个学生的名额，而在幼儿园领域呢，则要继续实施每天10块钱的幼儿园补助计划啊，让家长能够减少托儿成本。但是说句实话啊，这些话呢 NDP 已经说了7年了，但现在呢中小学的硬件条件越来越恶化，光素里市就至少有400多个集装箱做成的活动教室。而全省到底有多少个这类的活动教室 ？CBC 的记者呢曾经询问过省政府，那么得到的答案是省政府也不清楚。我个人保守估计啊，素里一个城市就400多个临时房，那么全省怎么也要有上千个临时教室。要知道啊，这是在21世纪的所谓发达国家的加拿大，数万个孩子就挤在这样上千个的集装箱铁皮房中上课。而新建学校呢，就拿我家附近的一所新建小学来举例啊，从规划到落成整整用了4年。所以啊，我一边感慨加拿大政府的效率，一边不禁在想，尹大卫省长承诺的2万个学生名额，是不是就是指集装箱的教室？而10块钱的幼儿园计划，我也只是一直是听新闻说，从来不知道身边有哪个家庭享受过这个待遇。再来看保守党。
罗士德呢，并没有对新建学校做出承诺，他承诺的呢是要加大对幼儿园经营者的支持，给幼儿园更多的补贴，简化审核流程，让他们可以扩大经营，接收更多的孩子。同时呢，要减少监管的障碍，让幼儿园可以开在更多的商业、学校、社区中心，甚至家庭当中。另外啊，简化证书和资质的一个转换流程，让更多有条件的新移民、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走上教师的岗位。而罗士德在教育上有一个更大胆的一个主张啊，就是取消中小学的 SOGI 123教育。您可能对这个 SOGI 123教育啊有些陌生啊，但是我说另外一个词，您马上就知道了：跨性别教育。它曾经呢在全加拿大范围内呢都引起了一个广泛的争论，尤其是在华人社区当中啊广受批评。对此呢我不想多做评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取消跨性别教育将会受到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再说医疗，面对 BC 省历史上最严重的医疗资源紧缺的一个情况， NDP 提出的解决方案呢是扩大药剂师的开药权利，同时呢扩大医生助理可以服务的范围，另外呢将延长医院的营业时间。这就是现任省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最大的一个努力了。保守党则提出呢，每年增加10亿加元的医疗拨款，同时呢尽量消除医疗体系的官僚主义啊，确保医疗资金用在最重要的一线服务上。罗士德说呢，德国人口是加拿大的2倍，但是加拿大的医疗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呢是德国的10倍，可见啊加拿大的医疗效率的低下，机构的臃肿。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啊，保守党将在医保范围内啊加大引入私立医疗机构，比如私人诊所、检查机构、康复机构等等，甚至允许超过等待时间的病人呢用 BC 的医保去外省甚至外国看病。对此呢，我的看法是啊，加拿大采取的是全民免费的医疗体制，这也是加拿大福利社会的一个根本。但恰恰是因为免费及完全公立的一个体制呢，也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效率低下和浪费。与其投入巨额成本兴建更多的医院，我相信政府也很难有这样大笔的额外经费，还不如精简现有的一个医疗体制，提升效率，减低成本，这才是最务实的做法。再说毒品和犯罪问题，BC 省呢目前是全加拿大受毒品威胁最严重的省份。2023年呢，全省因为滥用药物死亡的人数呢就高达2511人，创历史新高。针对毒品问题呢，新民主党的尹大卫表示啊，将设立5000万加元的一个心理健康基金，另外呢，将再兴建2个康复医疗中心。而保守党的罗士德则表示呢，要强力关闭全省所有的安全注射物，对药物上瘾者呢进行强制戒毒，并且呢彻底废除 BC-NDP 与联邦自由党搞的毒品非罪化的一个试点。而且啊，罗士德还明确表示，将取缔现在越演越烈的城市帐篷区啊，还周围商户和居民一个安全宁静的环境。对于毒品滥用问题啊，您也可以看到 NDP 与保守党2种截然不同的观点。NDP 认为呢，应该是保障吸毒者的权利，不但推出了携带毒品非罪化的一个试点，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增加毒品注射屋的兴建。2024年初呢，温哥华的列治文市呢，就因为要新建一个新的安全注射屋，从而引发居民的一个大范围抗议，甚至引发冲突。后来呢，省政府迫于巨大的压力，才不得不放弃该计划啊。毒品注射屋呢是加拿大人发明的啊，全世界第一个政府兴建的注射屋呢，就是位于温哥华著名的东黑斯廷街上，至今呢已经有21年了。而且呢，现在整个 BC 省已经有了政府兴建的5个注射屋，3个位于温哥华，1个位于素里，1个位于维多利亚。可能在 NDP 的眼中啊，药物滥用是一种人权自由的体现，甚至在2024年的1月份呢，他伙同联邦政府呢一起推出了一个毒品非罪化的全国首个试点。那么这个大胆的尝试呢，不但引发了加拿大全国上下的震动，而且也直接对 BC 省造成了立竿见影的影响。那么联邦保守党的党魁伯利治呢，曾经在议会当中就批评这个政策，
那么他说呢，极端激进的一个毒品政策使 BC 省的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呢增加了380%。一时间啊 ，BC 省的医院、学校、儿童游乐场都出现了大量的废弃针头。而随着社会问题越发严重啊 ，BC 省的各个城市呢也都起来联合反对。直到9月份呢 ，BC 省政府呢才不得不修改政策，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毒品。但是呢，携带和持有2.5克以下的毒品依然是合法的。目前啊 ，BC 省的毒品问题可以说是越演越烈，甚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您只要去温哥华当的东黑斯廷街啊走一圈就知道了，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当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药物滥用的受害者。那么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当然是值得同情和帮助的。但是呢 ，NDP 给予的帮助呢，就是提供安全舒适的政府经营的吸毒场所，而且呢，从法律层面免除吸毒和携带毒品的后顾之忧，让这些药物成瘾者呢能够更自由、更有尊严的吸毒。而为了保障药物成瘾者的权利呢，政府还不惜牺牲掉优美的城市环境，对帐篷区呢不做任何管理。要知道，东黑斯廷街帐篷区呢，紧邻100米之外呢，就是温哥华最著名的历史景点蒸汽钟啊，这是所有来温哥华旅游的游客必去的景点。您看啊，一边是百年沧桑的历史景点，一边呢是有如世界末日般的地狱场景，真的是最强烈的反差。而这样的场景呢，也差点在列治文中心的居民区上演。要不是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呢，现在 BC 省的第6个毒品注射户已经在列治文开门迎客。我们再来看看基础设施建设啊。众所周知呢 ，BC 省是全加拿大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人口上去了，但学校、医院、图书馆、运动场馆却大多还维持着10年前的老样子。这也就罢了，居民们多等一等，多忍一忍也能过得去。但是呢，更严重的问题则是道路交通的基础设施更加的滞后了。现在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甚至科罗纳都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但是呀，针对这样的情况呢 ，NDP 政府并没有提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改善计划。而且我们都知道啊 ，NDP 政府在2017年刚刚执政之初呢，就立马取消了当时全省最大的一个工程——马溪大桥的建设。马溪大桥呢，原本是上一届的自由党政府规划的，是为了取代现在已经实行了60多年的马溪隧道。马溪隧道呢，是连接美国和加拿大最重要的一条公路，99号公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三角洲、素里、兰里、阿波斯福等城市呢通往列治文、温哥华以及机场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呀，这条建成于1959年的隧道呢，只有单向2车道。而且呢，隧道极其的狭窄，无法快速通行。现在呢，已经成为大温地区最拥堵的一个交通瓶颈。我每天早晚通勤啊，都会经过这条隧道，是最深有感触的。现在的早晚高峰时间啊，很少有不堵车的时候，而且呢，一旦遇到车祸或者雨雪天气，交通就会瞬间瘫痪。2023年底的一场冻雨啊，我在隧道入口处呢，就整整堵了8个小时。而居民不方便也就算了，毕竟我等只是一介草民。那么更加重要的是，这是一条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生命线。那么加拿大和美国西部的绝大部分的物流呢，都要经过这个隧道。拥堵呢，不但影响了加拿大的经济和贸易，更是直接拉高了很多生活物资的成本。2017年的一份政府文件统计啊，每年有超过100万个小时的通勤时间被浪费在马溪隧道的交通堵塞中，而现在的2024年，拥堵时间又不知要上涨到几百万个小时了。2013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自由党政府就开始规划替代马溪隧道的马溪大桥。这是一座10车道的现代化大桥，总投资呢是33亿加元，预计在2022年建成。建成后呢，将彻底缓解交通堵塞的一个问题，那么直接创造上万个就业岗位，并给温哥华经济带来直接的拉动。但是呢，2017年 NDP 上台之后呢，立即取消了大桥的建设。要知道啊，当时大桥已经开工，加上前期的设计和规划费用，已经花掉了纳税人6600万加元的成本。
那么这笔钱一下子就被浪费掉了。而在此后的7年中呢，大温地区的人口爆炸式的增长，马西隧道呢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甚至呢现在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而 NDP 政府受不了民众的批评，一会儿提出要重建大桥，一会儿又提出要改造隧道，但是呢，直到2024年的今天，依然没有一个任何的解决方案出台。马西隧道和99号公路的拥堵呢是越发的严重，交通事故呢也越来越多。我们再来看看 BC 保守党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态度啊。罗士德表示呢，将大力投资交通建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新的马西隧道。同时呢，他还宣布了在 BC 省的第3大城市科罗纳呢新建一座新的大桥，以及呢其他的10个大型道路和桥梁扩建计划。对此呢，我的观点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的确不应该过度建设，浪费纳税人的钱。但是对于最基础的保障国计民生的交通生命线，不但不能省，更是要大力的建设。政府的财政与其花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华而不实的保障人权、保护环境和建设吸毒屋，还不如给老百姓多建一座桥，多修一条路。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保守党的几个改革纲领，大多数呢是针对 BC 省实行多年的一个政策而提出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意见啊。选举呢其实就是这样的，现任政府呢不可能革自己的命，只能是延续之前的政策，而挑战者呢要的就是改革，要的就是改变。保守党的罗士德提出要废除纸质吸管的一个强制政策，并且呢重新恢复塑料购物袋的一个使用。说起来也很好笑。NDP 为了保护环境，从2023年底呢就开始在全省禁用塑料吸管强制呢只能使用纸吸管，并且呢不允许超市提供塑料购物袋。这样的环保措施的初衷呢，我相信是好的，但是呢，纸吸管和购物袋到底能给环保带来多大的提升呢？这点是没人知道的。而我知道的是，现在去超市购物再没有塑料购物袋。如果您自己忘记拿袋子，那么在比如说像 Superstore 的这样全加拿大最大的连锁超市，其唯一能够提供的就是2.5加元的一个购物袋，加上税就要将近3块钱。消费者呢很可能遇到购物袋比买的东西还要贵的情况。而且更可笑的是虽然结账时的购物袋没有了，但是生鲜区的蔬菜、水果、鱼肉还是可以自取塑料袋的，甚至可以随便拿。并且呢，我们都知道，超市中几乎所有的商品包装都是塑料制品。仅仅是禁止吸管和购物袋，这不就是典型的一个形式主义环保吗？政府的一纸禁令来得容易它彰显了其环保的一个态度，但是增加的却是消费者和商家的成本。另外罗士德还表示，将严厉打击犯罪，引入更多的治安官和法官来清理积压的案件，将轻微刑事犯罪的审理等候期呢从原来的18个月加速到1周，雇佣更多的警察打击芬太尼等毒品的进口和贩卖等等。同时保守党还把提升 BC 省的电力供应提上日程，进行核电的可行性研究。因为呢 BC 省目前是极度缺电的一个状况，17%的电力呢需要依靠进口。罗士德还表示将改变 ICBC 汽车保险一家垄断的一个态势，引入竞争，让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经济上呢，鼓励中小企业，将小企业税呢降至到1%，同时呢取消碳税，减轻企业和民众的税务负担。另外更加重要的是精简政府，减少繁文缛节，减少政府的一个官僚开支，减少浪费。那么争取在2个任期之内将现任的90亿的财政赤字归零。同时呢，保守党还将森林防火提上执政纲领。那么现在 BC 省呢每年越来越严重的受到了山火的威胁。2023年山火甚至差点摧毁整个西科罗纳市。那么未来保守党呢将用90%的重心来防火，而不是着了火再去应对。另外呢，保守党还承诺将对北温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呢展开调查。那么该项目的建设成本呢，从最早的7亿加元直接涨到了现在的40亿加元，超支了5倍，被人们称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灾难。而多出来的成本呢，全都要 BC 省的纳税人买单。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把 BC 省目前的民生问题以及2个党的竞选纲领呢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您可以看出啊，我是有着明显的倾向性的。我个人呢是更倾向于支持 BC 的保守党。其实呢，我并非是保守党的成员，甚至呢，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保守党的议员，也从未参加过加拿大的任何的政治活动。我的偏好啊，我的倾向完全是出自于一个普通 BC 省居民的切身感受。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为自己是 BC 省居民而感到骄傲。但同时呢，我也看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孩子的教育、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基础设施，以及最重要的治安环境，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改变。我对 BC 的保守党呢，其实并不熟悉，也没有感情。但我期待着一个新的省政府能够带来改变，我更希望有一个强人能够摒弃那些华而不实的白左思潮，带领 BC 省重归 common sense， 重归常识。这里您可能要问了啊，大伟，你是不是一个右翼啊？你来了加拿大几年，现在成了一个老移民了，是不是就变成了保守派？我要跟您说啊，我哪一派都不是。作为一个1代移民，其实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立场。可能未来经历了更多的大选之后呢，我自己的立场，我自己的观点才会逐渐的形成，才会固化。但是现在呢，我跟绝大多数的移民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间选民、摇摆选民。其实啊，政治光谱中的左和右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在不断的调整的。在意识形态上啊，其实我就更倾向于左翼。我向往民主，向往平等，更希望加拿大能够永远的包容和接纳移民。但是在经济上呢，我则更欣赏右翼的小政府大市场，减少监管，杜绝官僚，引入竞争，自由的市场经济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曾经呢一度对联邦的自由党充满了好感，也对 BC 的 NDP 呢充满了希望。但是呢，现在的加拿大却在华而不实的向左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从经济民生到国际政治，从移民政策到教育、医疗，甚至治安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现在是到了要改变、要纠偏的时候了。我无法预测保守党到底能够给 BC 省带来什么呀？我也清醒地知道呢，罗士德的竞选纲领中呢，有很多是最终无法兑现的。但是呢，我愿意让他们去尝试。改变总能够带来希望。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我的总结呢可能会存在很多的偏颇和错误。您有不同的观点呢，我也非常欢迎您的批评和指正。但是呢，无论您支持哪个政党，无论您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只要您是 BC 省的加拿大公民，请尽量去参加投票，发出加拿大华人的声音。投票不是参与政治，而是行使每个人建设自己家园的神圣权利。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